家好，你好，人类好，我不是 Mickey。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。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。等你准备好，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 相对与绝对的故事。Mickey 是一个便利商店店员，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，同一个时间上下班，跟同一群顾客打交道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无聊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他常想，如果他能做一些不同的事情，去一些不同的地方，或遇到一些不同的人，他的生活会不会更有趣？有一天，他上班时遇到了一个穿着奇怪服装的男人。那男人走进便利商店，拿了一瓶水和一包饼钱，然后走到收银台。Mickey 看了看他的服装，觉得很好奇，就问他：你是在哪里工作的？那男人笑了笑，说：我是一个科学家，我在实验室工作。科学家？你在做什么实验？我在研究相对论。相对论？那是什么？相对论是一个关于时空和物质的理论，它说明了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时间和空间会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变化。这我早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能以光速运动，你的时间就会停止，你的空间就会消失，你就会进入一个绝对的状态。那还用说吗？不过，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，实际上要达到光速是不可能的哦。这样啊 ，Mickey 又问那个男人，那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体验一下相对论呢？那男人看了看 Mickey， 眼中闪过一丝神秘的光芒，说：其实我有一个办法，不过这很危险，也不合法。你要是想试试看，现在就跟我来吧。男人说完话，就走出了便利商店。Mickey 犹豫了一下，他觉得这个办法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，因为他要准备矿值啦。毕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任谁都会同意的，对吧？或许还能让他改变无聊的生活。他没有多想，就决定跟那个男人走。他打开钱柜，把收银台的钱放进口袋，这不是为了窃取金钱，而是防止金钱被窃取。他做了他最后的本分与职责之后，离开了便利商店。他跟那男人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开到郊区一栋漂亮的建筑物前面。那个男人带他走了进去。建筑物里面是大的实验室，有许多房间，摆满各种仪器和电线。这里是你的实验室？是的，这里是我秘密进行相对论实验的地方。你在做什么实验？我在做一个关于时空旅行的实验。我想要证明，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扭曲时空的装置，我就能够穿越过去或未来。时空旅行？你是说像电影里那样？是的，就像电影里那样。不过，这不是虚构的，这是真实的。我已经成功的建造出时空扭曲器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就能够开启一个时空通道。真的吗？那太不可思议了。Mickey 说的好像很不相信的样子。不过，这个实验也有很大的风险。时空通道是非常不稳定，一旦进入，很可能无法返回。而且，时空旅行也会对历史和现实造成影响，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，甚至造成悖论。哦，这样哦。Mickey 说的好像很不害怕的样子。接着又问那个男人，那你自己有没有试过时空旅行呢？那男人看了看 Mickey， 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光芒，说：其实我已经试过了。我穿越了几次时空，去了不同的年代与场所，我见证了一些历史的重大事件，也改变了一些小事。我甚至遇到了自己的丑陋的祖先和跋扈的后代子孙。真的吗？那你怎么回来的？我回来的方法很简单，只要再按下这个按钮，就能够关闭时空通道，回到原来的时空。不过，每次回来后，我都发现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。有些人消失了，有些人出现，有些事情发生了，有些事情没发生，有些东西存在了，有些东西不存在了。你不怕你自己也会消失或改变吗？不怕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绝对的。我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，我不受任何限制和影响。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我的生活。哦，
这样哦，Mickey 说的好像跟自己没关系的样子。接着又问那个男人，你不会感到孤独吗？你不会想要有一些稳定和永久的东西吗？这世界上没有稳定与永久的东西。男人说，况且我不需要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来填补我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人，我可以创造自己的价值。哦，这样哦，Mickey 的口气好像一点也不佩服的样子。就算那男人说的很勇敢，很果决，非常有戏剧效果，他其实想要学习他的态度。他问那个男人，那你现在能让我试试看吗？那个男人看了看 Mickey， 眼中闪过一丝邪恶的光芒，说，当然可以，其实我现在想要让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一个你也许会感兴趣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就是你的未来。我的未来？你是说你能让我去看我的未来吗？ Mickey 说，如果我遇到我自己，我会消失吗？我们会消失吗？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是的，就是这样，自己不能碰见自己就是一种铁则，电影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。男人拿出了一个奇丑无比的面具，说，所以你要戴上我替你准备的面具，接着我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我就能让你穿越到你的未来。难道你想不想看看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想啊，当然想啊。Mickey 因为对那丑恶的面具有点害怕的关系，一瞬间无法感觉到对于时空旅行的任何兴奋。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，能让他知道自己的命运。他说，好吧，在我被这个面具吓死之前，赶快带我去吧。那男人笑了笑，说，好的，那就跟我来吧。他拉着 Mickey 的手，让 Mickey 感觉有点怪害臊的，同时按下时空扭曲器上的按钮，一道亮光闪过，他们消失了。没多久，他们一起出现在了一个陌生之地，一个充满了高楼大厦和飞行汽车的地方，一个充满了噪音和污染的地方，一个充满了暴力和贫困的地方。你陪我来了，这里是哪里？鼻头国吗？这里是你的未来，这里是2050年的台北市。2050年，台北市，这就是我的未来吗？我还以为来到鼻头国了，到处乌烟瘴气，而且还拉满爱国主义红布条。是的，这就是你的未来。哦不 ，Mickey 感到震惊和失望，因为这不是他所期望的未来。他想起了他曾经看过的科幻电影和小说，这个未来与那些充满科技、人们生活幸福的未来截然不同。他问男人，这个未来为什么这么糟糕？我们被统一了吗？男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回答，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在我们现在的时代，没有重视民主自由和社会公义，我们为了短暂的利益向极权主义者寻求妥协，却忽略了长远的影响。这些污染和贫穷问题是我们留给未来令人遗憾的礼物。Mickey 感到无比的后悔和自责，他现在才明白，他和他的时代需要改变，需要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，需要关注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，必须维持与盟友的关系，获得外交和军事支持，加强台湾国防能力，抵御武力威胁，增强台湾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主价值观，寻求与鼻头国的对话和合作，以降低对立和冲突的风险，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。最后，还必须尽可能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，同时关注国家政策的长远影响。男人看着他的表情，微笑着说，很好，现在你知道了，就是这样，你的未来在你自己手中，你可以选择去改变它。Mickey 点点头，他心里清楚，这是他这辈子最宝贵的经验，他会好好珍惜并付诸行动。他和男人挥手道别，然后按下时空扭曲器的按钮，带着一个新的决心和使命，回到了他的现在。他似乎隐约听见了，等等，我还没牵你的手啊的喊叫声。Mickey 按下时空扭曲器上的按钮，但不是穿越回到过去，而是穿越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生物与魔法的世界中，他被一群跟他戴着的面具长得很像的矮人们围住了。嗨，你好啊，我是格里姆，这是我的矮人城市，你是从哪个矮人部落来的？ Mickey 完全傻眼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，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但是他决定尝试与格里姆交流，他告诉他自己来自台湾，但是不知道如何回去。他在穿梭过程中失去了跳跃按钮。
台湾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你看起来如此美丽，明明就是我们的同类。这只是一个丑得要命的面具。当 Mickey 把面具拿下来之后，这群矮人都快被他给吓死了。拜你们帮帮我，我还想回去我原本的地方。我口袋里还有一堆钞票跟零钱，是属于我工作的那间便利商店。格里姆与其他矮人为此震惊了一小段时间，但似乎仍旧对 Mickey 到访非常感兴趣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 Mickey， 其实他们这个世界正处于一个危机之中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他们，而那个人的名字恰恰就是 Mickey。等一下啦，这是什么鸟故事啊？ Mickey 说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最终，他成功地拯救了这个世界，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，成为了传说中的英雄。Q， 哈哈，这个故事有趣吗？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，不过还是结束了耶。如果你变得太伤心的话，都是 Mickey 的错。Mickey 说，我们还真是喜欢胡来啊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，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，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